奥斯佩语言呢是19世纪美国的一部著作，作者呢是美国的一名叫做约翰纽伯勒的牙科医生。那么这本书一出版呢就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一是因为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全新的人类历史，第二个是呢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是用无意识写的，而不是他自己写的。他是说呢是因为神附体而写的，而书中讲述了宇宙的起源、宗教历史、哲学、世界末日等语言。而这本书一般人很难看得懂类似于《山海经》古书的方式，每一句都需要理解和解读，而且很乱。很多看过这本书的人都说这不是给人类看的书。让我们进入奥斯佩语言第2部宇宙学。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不要太当真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本章主要解释了宇宙中所有的恒星、太阳、行星、卫星都有属于自己的漩涡。那么这个漩涡呢，与星球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关系，与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宇宙学呢不一样，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因为人类在很久以前一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所有的星系都围绕着地球转。后来到了16世纪呢，就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但是在相同的时间段呢，这本书却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而奥斯佩预言中就说到神创造了宇宙之后，在宇宙中就形成了巨大的漩涡，在这些漩涡之中呢，就形成了无数的球体，然后每一个球体呢，又会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漩涡。意思就是说，宇宙中是有无数个这样的漩涡的，太阳只是其中一个漩涡。而更加神奇的是，他对于太阳系运行的描述呢，他说太阳系的运动是这样的，就像漩涡一样，它的轨道呢，像麻花一样在运动。而近些年我们才知道呢，太阳系真的是像麻花一样在高速的运动，然后呢，周围的星系呢就跟着它一起旋转。但是呢，这本书是在100多年前他就已经知道了。那么这个事情就非常不可思议了，不仅超出了纽伯勒的学识呢，甚至也超出了当时所有人类的学识。当时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个宇宙是这样运作的呀。而书中还说了，地球是悬浮在一个漩涡之中的，漩涡的外端呢略高于月球，而漩涡是球状的，与地球的形状相对应，略有不同。所以漩涡的末端并非都是封闭的，有些在两端都是开放的。而且漩涡以自身的轴向呢运动使地球绕其轴线来转动，因此呢，涡流的外部呢速度大于地球的表面，其轴向的运动为每小时1609公里。那地球为什么自转呢？书上说，地球的自转和天体的形成过程有关，是地球的外能和内能的共同作用。而奥斯佩预言中就说到了，地球其实是通过一种无形的漩涡中而自行转动的。文中继续解释到说，这个地球的漩涡的外缘呢是宽6.7万公里，每个月呢与地球做一次轴向公转，因此呢，地球的漩涡中最快的部分大约在月球轨道的这一侧2.4万公里，其作用力呢是朝向地心的。那作用力呢也就是正力，因为它是任意的，东西方向都有，就如同车轮呢绕其轴线转动一样，其力呢将与轴线形成直角，其极限的中心呢将不受力。由于这个原因呢，地球漩涡的南北线呢被称为负性力，因为它是另一个漩涡的主体，它向旋风的中心以及两端移动时呢，物质呢也倾向于接近地球漩涡的两极，这可以通过磁化针头来证明。而同样的，漩涡的力向东向西施加，通过这种行为呢，地球每一个部分呢都在向东南西北移动，这在岩石、巨石和山脉中得到了验证。因此呢，地球中没有北极和南极的力量，也没有地球的中心。而人类被错误地教导了2种不存在的力量，这2种力量呢，就是地球的引力和地球的磁力了。因此，漩涡的正作用力呢，是从外部朝向内部的；漩涡的副作用力呢，是朝两极的，并且从太阳的中心呢向外的两极呈上升趋势。而且漩涡呢，也可以集中在钢铁和铁矿石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它们被称为磁性。所以这些物质呢，如果像针一样静止，就会呈现出漩涡的极限性。在大气中的漩涡呢，会将氧气和氢气结合在一起，随后发生爆炸。这种爆炸呢，被称为雷电。同样呢，地球的漩涡不断地以其东西方向的漩涡向地球充电，并在漩涡的北极以火焰的形式出现。这种火焰呢，就被称为北极光。当漩涡在火焰中显现时呢，它被称为电；当它休眠时呢，在铁中它被称为磁性。所以迄今为止，地球表面的温暖呢，也是通过地球的半球透镜而制造出来的。这个我们后面会解释到。书中说，不要以为热量是从太阳传导到地球的。在这件事件上，人类仍然部分还信奉着古人的迷信，他们相信万物来自于太阳。书中说这是不对的。讲到这里呢，也许大家都很懵到底什么是地球的漩涡呢？
这边简单的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在尘土飞扬的这个地板上撒上水呢，水滴就会呈现球状，上面覆盖着尘土。人们说球状呢就是液体的天然形态，它被称为球状力量，但它仍然是自身外部的力量造成的。用一块布呢接近其中一滴沾满灰尘的水呢，水球立刻就会破裂，会爬上了这块布嘛，这被错误的称为毛细管现象。但事实上，水对布没有吸引力，布对水也没有吸引力。现实这一点的力量对于两者都是外部的，并且呢，与地球带到中心，保持在其中心的漩涡是相同的。因为收回漩涡般的力量呢，地球立刻就会解体。所以当布接近水滴时呢，它就会打破水滴的漩涡，所以水分呢会分成可分割的部分而进入布，寻找负极性。因为被称为物质的东西，它是有长度、宽度、厚度的，并不是靠它自身的力量，而是靠它外部的漩涡。当你交换漩涡时呢，肉体就会解体。这种力量呢，古人称之为 UZ 或者是第四维度。而地球漩涡是一个存在于太阳漩涡中的子漩涡。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呢，都是物质世界，它们都是其中的一个子漩涡。在太阳的漩涡中，所有的这些漩涡组合呢，被称为太阳方阵。由于这个原因呢，太阳的漩涡呢，被古代的先知称为大师。如果太阳行星灭绝的话，主漩涡将立刻会形成另一个太阳。当漩涡的线从外部流向内部的时候呢，这种状态就被称为光。而接近中心呢，甚至光球的时候其光化力呢就被称为热能。所以光和热的引力都不是从太阳传给地球的，热量的衰减与距离产生的平方成正比。白天黑夜形成中的日光呢，是主漩涡中的两极分化的事态的状态。夜晚呢，是由地球在太阳的漩涡的焦点和外部的极端之间制造的。所以书中是这样解释我们的日夜的。而奥斯佩预言中也解释了现代科学他们喜欢用错误来代替真理。书中说因为古人的迷信还带给了哲学家一些误导，这也是他们首先寻找太阳中的事物的原因。如果这方面失败了，就转向了月亮；如果在这方面再失败了，他们就转向了星星。于是呢，他们就发现了潮汐与月亮的某些相位相吻合，就错误地将潮汐的原因归结于月亮在海洋上的附着力。这一点至今仍被认为是正确的哲学。然而书上说，吸引力并不作为一个单独的事物存在于任何物质中，没有吸引力的实质，也没有任何引力的物质。他说所有的这些力量其实的来源都是漩涡的表现。如果漩涡被冲入一块铁或者是钢中呢，它就会被称为磁铁，因为它显然会吸引自己的同类嘛。当两块质量相同的钢呢被赐予了最大的漩涡时它的力量将与其尺寸成正比。如果一个大小是另一个的2倍呢，那么它的磁力会比另一个大2倍。真正的钢磁体的这个形状呢，要表现出最大的正作用力和最大的副作用力，应该就是近似于直角三角形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金字塔要建成那个形状。而奥斯佩预言中就说到了，有一种现象存在于地球以及第4维度当中呢，就是称之为星云。它是透明的，无论是用肉眼呢，还是用望远镜都看不见它。内部的星云呢，通常被描述为类似于暗物质，而外部的星云呢，通常类似于暗能量。它对于宇宙或者是我们存在的星球有什么影响力呢？其实它就是我们星球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星云的大小足以自我维持，并最终成为行星。目前从星球上可见的星云呢，超过了8000个。这些都是在制造地球的过程中，甚至在地球诞生的时候，它们通常被称为一种能量。每年呢都有8到10个新的星云，它们中的一些存活了几个月，有些存活了几年，有的大约100年，有的甚至1000年，甚至更长时间。就是说，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能量一直在这个宇宙中在旋转着，它们在创造一些东西。它也诞生需要的元素，比如说氮、氧、氢以及铁、金、铂和其他金属这些物质。然而这些元素以及物质并不在地球的地层中，而是在大气中所发现的。而漩涡呢以及星云呢，是所有行星上制造光和热的方法。当面向太阳的时候呢，地球的漩涡的一半呢，相当于是地球的一个凹面透镜了。那太阳中心呢，也有一个类似的一个透镜，但要大得多。那2个透镜的凸面永远呢朝向彼此，但是它们是一种看不见的物质，它们是通过位置线性体征呢而连接在一起的。这种巨大的半透镜呢，不仅可以制造光和热，还可以为人类提供可以看到月亮、太阳、恒星的一种手段。它还具有放大数百万相对密集的这个以太世界的能力，使人类能够看穿它们。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在地球上可以看见星系、银河，
而在登月之后的月球上啊，看宇宙却是一片漆黑。因此呢，地球的漩涡啊就是地球的透镜，而月球的漩涡是月球的透镜。太阳呢和所有其他的恒星的行星的漩涡也是如此。那么在那里啊，光和热就都会显现出来。当月亮半满时呢，用肉眼就可以看到月亮的阴面的模糊的轮廓。这被哲学家错误的就称为地球的光辉，因为他们认为地球的光呢在月球上反折射了。月球上出现了这种光的真正的原因是月球上的一个面向地球的漩涡的透镜的作用。所以当月球产生日全食的时候，哲学家们就认为啊，是太阳的光和热呢与地球隔绝了。其实它是通过破坏了地球的漩涡和太阳中心之间的线性连接了，从而导致了地球的黑暗，也就是切断了地球漩涡中的正电流。在线性空间中呢，原本是透镜的部分啊，在其作用中变成了负的。然而在日全食呢，赤道的光会使月亮发光，地球漩涡以及透镜的功率会不断的变化，甚至每天、每月、每年呢都会变化，并且它也会毁灭消亡，并不是无限循环的。奥斯佩预言中还说，所有的生命的起源呢都被称为same， 因为它无处不在，它可以孕育生命。书中说，所有的像地球这样的载体呢都有寿命，它们要经历4个阶段，分别是形成期、繁殖期、老年期和死亡期。而形成期呢，就是宇宙物质呢通过漩涡凝结形成球体的过程，就像地球一样。这样呢，星球的形成之后呢，第2个阶段就会进入繁殖期了。繁殖期就是孕育生命的时期，所有的动物、植物都在这个时期诞生。SEM 被加速进入我们的生命，并创造像我们人类的眼睛。因此呢，任何的动物产生的第一个感官器官都是眼睛。它们继承了生命赋予它们的权利，让它们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那么有些动物的眼睛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它们在黑暗的夜晚呢，也能够看到任何的东西。而书中说，眼睛的视觉就相当于是一个微太阳，同时呢，发出和接收漩涡的能量。通过观察一个正在睡觉的人的眼睛呢，就可以证明这个人因此他就会醒来。从那个时候起，人类的眼睛就可以发出智慧的力量，控制事物。几千年以来呢，最聪明的哲学家就得出结论呢，全视之眼是整个宇宙的原因和创造者。那么繁殖期结束之后呢，地球会进入老年期。在老年期呢，所有的生物就会渐渐的不再具有繁殖能力了，所有的生命就会渐渐的死去，最后呢就会进入死亡期了。就是所有活着的生命完全死掉之后，地球就完全回归物质世界，这也就完成了整个地球的生命周期了。那要如何预测一颗星球走向死亡的趋势呢？书上说月球对于地球的表面没有自转，但必须记住的是，月球绕地球公转时必须进行实际的轴向公转。所以月球的漩涡绕地球的漩涡旋转了75圈，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月球漩涡的确切速度以及月球上表现出的光和热的强度。所以这个 SEM 呢，就将37度定为动物的生命温度。人们就会发现，在这个时期月球面对地球的轴向的运动速度一定比地球快。所以当月球对地球的轴向运动的速度成一定比例的时候呢，这将使得地球上的生物的热量呢与 SEM 相比呢差了2.5度，因此才会产生很多大灭绝。他说，现在地球目前的平均温度是13.9度，因此如果全球平均气温低于正常值呢，4年之后将会是人类在地球上最后的栖息时间。那么在漩涡辐射达到这一时期之后呢，人类将停止繁殖，因此呢，对地球来说，人类最终会灭绝。而书上说，现代人对于未来和未知的事情呢，都非常的感兴趣。其实，在动物界中呢，蚂蚁、蜜蜂和许多的动物都会预言。例如，即将到来的冬天呢，鸟类也就开始飞向热带地区即便当时的天气还很暖和，这些生物是通过漩涡的直接作用呢，进行预言在它们身上的。它们会感觉到了即将来临的事情。而人类如果学会的话，也可以预言。要实现这样的能力呢，书中说以下几点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呢，你必须生活在田野和森林之中，研究看不见的力量和作用。二是不吃鱼、不吃肉、不吃任何的动物。三是每天洗澡，不允许任何激情进入自己的脑海。四是放空自我，为了正义而与造物主对话。五呢是做好事，约束自己的思想，坚持任何特定的方向。六是对疼痛视而不见，就相当于4大皆空，相当高的一种境界了。能做到的人呢，几乎寥寥无几。而书中也说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有些人天生就与之紧密相连。还有另一种预言的方式呢，就是某些特定的人是通过灵魂与他对话，这很危险。他说，因为说谎的人魔鬼可能就会来找他。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呢泄露了天机，很快就去世了。难道他说谎了吗？
当然了，书中的预言呢还没有被证实，大家理性观看嘛。所以故事讲到这里呢，这一章节的内容啊也就讲完了。以上呢就是奥斯佩预言中的宇宙学之术，敬请期待下一集奥斯佩预言吧。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不要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